2017年8月11日凌晨，安徽南陵县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儿，警察推开院门的时候，一个中年男人从屋里走了出来。他没有跑，没有反抗，甚至没有多问一句。他看了看面前的警察，平静地说：“我在这里等你们到现在。”然后他转身回到屋里，拿出一封信，交给了站在一旁的妻子。信里是他早就写好的遗书。这个男人叫刘永彪，他既是温润执笔的文人，也是持刀行凶的凶徒。这两种完全对立的身份，完全重叠在他身上。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出版过长篇小说、短篇小说集，累计200多万字。他的作品获过省级文学奖，还被改编成了电视剧。可褪去所有文人的光环，他正是1995年湖州知里闽记旅馆4命惨案的凶手之一。他写了22年的小说，什么故事都写过，可他欠下的4条人命，一个字也抹不掉。今天小薇就想跟你聊聊这起案子，它是中国刑侦史上最荒诞也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案件之一。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4年，刘永彪出生在安徽芜湖市南陵县的一个农村家庭，家里是真的穷，但他从小就爱看书。在当时，一个农村孩子能读完初中已经算不错了。他就是初中学历，毕业后回了村，种地、做零工，什么活都干过。可他心里一直有个念头没断过，写作。他写诗、写散文、写小说，投出去的稿子大多石沉大海。后来他结了婚，有了孩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但总算还有个家的样子。真正把他推向深渊的是女儿的病。他的女儿出生后被查出患有先天性眼疾，需要一笔手术费，5000块。5000块在今天不算什么大数目，但在1995年的农村，这笔钱对于一个靠种地为生的家庭来说，是一座翻不过去的山。刘永彪到处借钱，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还是凑不够。就在他被钱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，一个同乡找到了他。汪维明比刘永彪大10几岁，早年在外头做过些小生意，也没赚到什么钱。两个人坐在一起聊着聊着，竟然聊出了一个荒唐又残忍的念头：出去弄点钱。怎么弄？汪维明说，浙江湖州知里镇那边做童装生意的人多，有钱，找个小旅馆住进去，晚上动手。刘永彪后来交代，他犹豫过，他女儿的眼睛、债务的压力、身边人的鼓动，所有的因素搅在一起，把一个曾经梦想当作家的年轻人一步步推向了悬崖边。1995年11月28日，刘永彪和汪维明坐上了从南陵开往浙江湖州的长途汽车。那时候的他们还不知道，这一趟出门会让4个人再也回不了家，也会让他们自己从此再也睡不上一个安稳觉。浙江湖州知里镇当时已经是全国小有名气的童装集散地，南来北往的商客很多，镇上的旅馆一家挨一家，但大多条件简陋，管理松散，没有实名登记，没有监控，住客之间谁也不认识谁。刘永彪和汪维明挑了一家叫闽记饭店旅馆的小店住了进去。老板闵某生60岁，和妻子钱某英一起经营这家店。他们有个12岁的孙子，平时也跟着住在店里。那天晚上，店里还住着一个从山东来的商客，叫于某峰，38岁，他也是来知里进货的。刘永彪和汪维明住进去之后，观察了一整天，确认了这家店里没有其他客人，他们决定当晚动手。11月30日凌晨，整个知里镇都安静了。刘永彪、汪维明当时和于某峰同住在一个房间。等于某峰熟睡之后，两人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榔头。于某峰在睡梦中被击中头部，连一声救命都没来得及喊出来。紧接着，他们以结账为名，把老板闵某生骗进了203房间。闵某生同样遭遇了不测。然后，他们推开了202房间的门，老板娘钱某英和她12岁的孙子正在那里安睡，祖孙2人也没能逃过这一劫。
4条生命在那个凌晨戛然而止，最小的那个孩子才12岁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两人开始翻箱倒柜找钱，可他们砸开抽屉，翻遍床铺，最后找到的只有一块手表、一枚金戒指，加上散落的现金，总共100多块钱。100多块钱，4条人命。你可以想象那个画面，凌晨的旅馆房间里，2个人刚刚杀了4个人，站在一地狼藉中间，看着手里那么一点钱，是什么心情？刘永彪后来在审讯中说，他当时也懵了，他原本以为旅馆里会有很多钱，没想到就这么点儿。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人已经杀了，只能逃。两人连夜逃离了织里镇，分头逃回了安徽。第二天早上，民居旅馆的血案震惊了整个湖州。警方赶到现场时，被眼前的惨状震惊了。4个人全部死于钝器击打，现场血流成河。那是1995年，没有监控，没有实名登记，没有手机定位，凶手几乎没有留下太多线索。但警方在现场做了一件极其细致的事儿，他们提取到了指纹、鞋印，还有一枚被抽了一半的香烟。那枚烟蒂上有嫌疑人的唾液，这枚烟蒂被小心翼翼地封存进了证物袋。在当时，它只是一枚普通的物证，没有人想到22年后，它会成为整个案件最关键的突破口。案件发生后，湖州警方投入了大量警力排查，走访了织里镇所有的旅馆、车站、码头，排查了数千人，但刘永彪和汪维民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没有任何踪迹。时间一年一年过去，织里镇从一个小镇发展成了全国最大的童装生产基地，高楼建起来了，车流越来越密，但那起血案始终像一根刺扎在湖州警方的心头。他们给这个案子取了个名字，湖州第一悬案。几代刑侦民警接力追查，但始终没有找到那2个凶手。而这个时候，在安徽南陵的那个村子里，刘永彪过着另一种人生。应该讲法案在全社会引起强大震动，所以这22年虽然现在才抓获，到我这里已经第5任局长，但是这22年湖州公安一天都没忘，也一天都没有放弃过。在安徽南陵老家，刘永彪种地打零工，照顾家人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。但没有人知道，他每个夜晚都在噩梦中惊醒。他后来对警方说，这22年，他惶惶不可终日。他买过老鼠药，想过一死了之。他也无数次走到派出所门口想自首，但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退了回来。这22年来，那些惨不忍睹的血淋淋的场面会经常出现你脑海里吗？生不如死有时候，因为我的这个一时糊涂，制造了4个人命。我晓得这一天跑不掉，我盼望这一天。为什么说是盼望？那个我放下了。为什么又说是盼望？所以现在放下了，现在就好多了，放下了。现在就是最起码我在这里睡觉睡几天睡得很好，没有噩梦。反正虽然手里我这个带了铁料，带了这个东西，那个我觉得我精神上面放下了。你觉得那种精神的折磨比肉体更可怕？对我来讲更可怕。人家都说我是个奇怪的人，你写到后来，你名字写的越大，这个事情出来，闹的这个笑话其实也是越大。但是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自首，没有勇气自首。就是感觉内心化，我很痛苦的，我也不想留下文字记录什么的，这就怕不好，对吧？也没有这种内心化，就是这样的，很煎熬。现在就是放下了。然后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儿，他开始疯狂的写作。也许是为了逃避，也许是在虚构的世界里给自己找一个可以喘息的地方。他把所有说不出的恐惧、愧疚、挣扎全部倾泻在了稿纸上。他写的越来越多，也越来越好，作品开始被发表了。2005年，他的中短篇小说集《一部电影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，获得了安徽省文学艺术出版奖3等奖。2013年，他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。一个农村出身的写作者能拿到这个资格，说明他的文学水平确实得到了认可。2014年，他出版了25万字的长篇小说《行者武松》，
后来还被改编成了50集电视剧剧本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刘永标在逃亡期间累计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。他成了南陵乃至芜湖市小有名气的农民作家，经常参加文学活动，和同行们坐在一起谈诗论文。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？一个身上背着4条人命的人，坐在一群文化人中间，神情从容地谈论文学和理想。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，刘永标曾在一部小说的前言里写道，他想写一部推理小说，主角是一个身背数条人命，却始终能逃脱法网的美女作家。艺术源于生活？不，这更像是一个凶手在用文字试探命运的底线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凶手汪维明也在逃亡中改头换面。他去了上海，下海经商，成了一家投资咨询公司的法人代表，住着高档小区，开着豪车。2个逃亡了22年的凶手，一个成了作家，一个成了老板，但所有的风光都是偷来的人生。2017年，距离那场血案已经过去了整整22年。湖州警方从来没有放弃，而这22年里，有一项技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——DNA 检测。那枚被保存了22年的烟蒂，终于等到了它上场的那一刻。技术人员从烟蒂上成功提取到了完整的唾液 DNA， 但问题是90年代没有 DNA 数据库，这枚 DNA 该跟谁比对？湖州警方做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，大规模基因排查。他们发现这枚 DNA 和安徽南陵县刘氏家族的基因高度吻合，于是侦查员们伪装成科研人员，以调查家族迁徙史为名，挨家挨户采集血样。2017年8月8日，刘永标被纳入了侦查视线。8月10日 ，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，完全吻合。8月11日凌晨，警方敲开了刘永标的家门。他没有跑，没有反抗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在这里等你们到现在。”然后他转身回屋，拿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信，交给了妻子。那封信里是他早就写好的遗书。同一天，汪维明在上海被抓。2017年12月29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核准追诉。因为按照法律规定，这个案子已经过了20年的刑事追诉时效，需要最高检特别核准。2018年6月7日，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，同年7月30日一审宣判。庭审中，刘永标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他的辩护人提交了他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和获奖证书，试图证明他案发后已经改过自新，请求从轻处罚。法庭没有采纳。才华和罪恶从来不能互相抵消，文学的光环也掩盖不了4条人命的血债。2018年7月，刘永标被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汪维明同样被判处死刑。2019年3月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审维持原判。2019年10月22日，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，2人被执行死刑。在央视面对面的采访中，刘永标说了一段让人心里五味杂陈的话。他说：“我盼望着被抓的这一天，现在终于可以放下了，最起码睡觉没有噩梦了。”他还说想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书，取名《原罪赎》。说完他又自嘲地笑了：“我现在没有资格写作了，我是死100次都不为过的人。”如果说用你的人生的历程来当做一本书，现在让你再给自己走过的这条路写一个书名的话，你会怎么说？我就叫原罪书。但现在没有条件了，我要有这个条件，我肯定要把这个书也要写出来。写出来之后呢，不管人查下去，是对社会也有一种这个。我现在就是很煎熬的很，我就盼这个法律早给我一个了结解脱自己，对这个受害者家属有一个交代，自己也轻松一下。其实可能现在也只有法律才能够实现你的原罪的赎罪了。我也期待法律这个有个审判，而且我希望他对我越严格越。一个曾经用笔书写别人故事的人，最终成了自己故事里最不可饶恕的角色。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：“人生就是一场漫长的赎罪。”这句话
最终成了命运还给他的判词。刘永标这个案子让我感触很深，一方面，技术的进步正在让所谓的完美犯罪越来越不可能，一枚被保存了22年的烟蒂最终成了锁定凶手的铁证。时间从来不是凶手的保护伞，而是正义的蓄力器。另一方面，人性确实复杂，一个人可以写出打动人心的文字，却同时拥有最残忍的另一面。但法律是清晰的，才华可以让人获得社会的认可，却永远无法为罪恶赎罪。半生笔墨荣光，终究遮不住一身血债。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小薇说案，我是小薇，我们下期再见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小薇说案，打开小铃铛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。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和小薇一起讨论。我们下期再见。